昨天人生中第一次线下和企业家面对面的交流，大概聊了2个多小时。首先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老哥是通过自媒体，然后刷到我的视频，最后私聊联系到我的。实际上他是想在日本多开几家门店啊，就类似那种料理店。他正在物色一些比较有潜力的人啊。我更多的是感觉他更加的看重我做自媒体这方面做的还行。虽然说我做出来的视频这个数据非常一般，但是老哥比较欣赏，可能也是有自己的一个闪光之处吧。因为我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花什么运营成本放在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啊和一种热爱。这位老哥姓张，我后面就叫他张哥了，这样子也显得更加的亲切一些。因为他实际上也让我这样去称呼他，显得我们关系更加的偏向于朋友，而不是纯利益的一个往来，对吧？实际上，老哥在池袋已经有一家烤肉店了，而且经营的非常不错啊。我猜测他每个月的一个利润应该有几十万啊。门店的话，感觉应该起码有40平左右吧，我猜测。张哥约我在他的料理店见面，然后我们到他料理店的时候，发现料理店里面的人非常多啊，没有位置啊，所以说后面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咖啡厅，然后去聊一聊。张哥人非常的和善，完全没有架子，就他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啊，他就像朋友一样和你去说话，和你去聊天，等等，这样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好。最开始我以为更多的是聊一聊开料理店的一些可能性，实际上我确实没有抱太多的一个希望，你知道吗？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弃每一个机会，因为我愿意去尝试啊。当然，并非失去理智的那种啊。我给自己聊了很多条路线，当然我更加倾向于合作开料理店啊，这样子能够给我各方面带来一个提升啊。第二条路我就想着今年去读一个大学院。至于资金这方面啊，反正随着你的见识的增长啊，随着你这个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慢慢的这个挣钱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的。当然，我现在也有一些小途径可以挣一点点钱，但是这个钱完全没办法支撑我在日本这边的开销。最差的情况就是我每周干满28小时，就辛苦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加上我一些副业，就可以勉强支撑我在日本生存下去。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可以向家里去要那么一点点。虽然说家里人给予的支持并不多，当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也可以大胆的向家里索取那么一点。实际上，我更多的是想依赖自己的一个能力去生存下去，不太想麻烦家里，因为他们挣钱也非常不容易。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出生的孩子，我来到日本，绝大部分资金也是靠自己在国内工作攒的钱啊。我在国内22年就毕业了啊，工作了2年半啊，计算机专业，慢慢攒了2年半的钱，来到了日本啊。我不太希望他们的钱全部用在于我身上，因为他们挣钱可能薪资比我更低，对吧？实际上我还有一些备选方案，例如今年就直接找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等等。但是我感觉这个优先级会非常低，除非我实在是找不到可以去的一个大学院了啊。基于这种情况，我可能会选择今年直接就业。但是对于我来说，就业实际上什么时候都不晚，因为我已经出去工作过几年了，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了，并且我能够知道自己能吃那个苦，所以说就完全没必要晚一点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我到时候读大学院的时候，我也可以出去兼职等等，所以说这个优先级很低，对于我来说。我们到了咖啡厅之后，张哥给我讲了很多他的一个发家史。张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真的一路走来不容易啊。但是我感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跟我讲过，他一路走过来，实际上就是失败的投资非常少，非常少。虽然说他嘴上说的他运气很好等等，但实际上我感觉更多的是依靠他的能力。他作为企业家，他每一笔投资都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啊，你知道吗？张哥给我讲了他的很多创业史。但是有一些我记不太清了啊。我有印象的就是他开过网吧，然后做过汽车相关的生意，
开过那种专场。现在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一个是在香港那边，还有一个就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在日本这边也有料理店。虽然说在日本这边的料理店对于他来说就是小打小闹，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啊。因为作为企业家，他们的一个思想是考虑的非常长远的，他更多的不是看重这个投资料理店挣的这一点点钱，更多的是看重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利益。实际上他很早之前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就是他挣的钱完全可以够他一辈子躺平了，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说明他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去追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实际上开料理店是能够给国人下签的，你知道吗？但是每一家料理店它能下签的这个签证数量非常非常少，可能就2到3个。那么他实际上这一辈子都是在寻找一些潜力股在做一些投资相关的事情。因为作为企业家，他们更多的是用钱生钱，去挣大钱，而不是说盯着那一点点利益。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企业家来说寻找出色的人才变得更加的重要了，而不是仅仅盯着那个开店那一点点利润。就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然后老哥作为一个可能财富上亿的一个身价的人，愿意花2个多小时去跟你面对面的去聊天去谈心，那么这已经非常能体现出来，他更多的是看重人才，而不是看重开店那一点点利润，对吧？还有一点我真的非常佩服他，就是他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他会观察这个人非常久，你知道吗？3年、5年，甚至10年这样的，这就是真正的投资者了。当他真的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并且这个技能能够为他所用，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投资你。对于他们来说，创业无非就是把一个大的事情，然后全部细分到每一个螺丝钉上面，然后每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他在日本这边就更加的发现了这一个问题，所以说他对于这边的一个企业的模式非常的赞赏。实际上我也跟大家说了，张哥找我聊天更多的是作为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可能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一个小毛孩我就会考虑这个合作的可能性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实际上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也提出来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就跟他说如果说我们要合作一起开店，那么我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本领我需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等等。那么实际上张哥也给出了他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的话就真的是符合企业家的那种角度去说出来的话，你知道吗？我给大家大概描述一下张哥当时是想表达的一个意思首先你得有一技之长，这个是作为我们合作你的闪光点，你能够为我所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点。其次你要非常能吃苦非常能吃苦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他能够给我带来的一个利润价值就非常的明显。最起码我去聘你不会亏钱，一般都是这样子，对吧？基本上只要达到这2点，你就有了一个谈判的一个门槛了一技之长实际上也包括很多例如你想当店长的话，那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去兼职的时候，你在一家店里面干个6到8个月，甚至1-2年，你能够干到那种店长能做的事情，你也都能做或者是说你能做到接近副店长这么一个岗位。那么对于他来说，这已经完全能证明你在这方面有一技之长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聊合作聘你当店长这种事情了。但是他也非常明确的说明了，并不是说我这次找你谈话是想要聘你当店长。如果说我给了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就是相当于画大饼了。对于你来说这个也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那我反而会感到非常的愧疚。确实就如他所说，现在的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去担当店长。一方面就是我的日语真的还差得很远，另一方面就是我这些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我做料理或者说我在料理店还没有工作过，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我在料理店这一方面的经验几乎就等于零你说这个能吃苦这一方面他暂且他可以相信我能吃苦，因为我给他讲过我的一些经历
啊，并且我这个做自媒体，我更新频率非常高，这一点也充分的能体现出来我是一个能够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在这个能吃苦的上面，还有一个优先级更高的就是你的闪光点。是否足够能够给我带来一个价值，给我带来一个利润，对吧？那么我还没有任何料理店相关的一个工作经验，可能在国内有过，但是在日本这边完全没有。那么对于他来说，你忙厨房可能也不一定行，还有就是你这个吃苦这种体力活不一定能吃得消。因为你在电脑旁工作和在料理店去做体力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做店长，你就相当于作为一个管理层了，你需要去管理各种事宜，你需要把下面的东西分配的非常的细致。在你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之前，他是没办法去信任你的。因为对于他来说，虽然说开一家店就算是赔了，这个钱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洒洒水，但是有哪个企业家做投资，他会希望自己亏钱呢，对吧？他们都会把每一次自己的投资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哪怕这一个门店只挣一点点钱，他们也会尽量做到不亏钱。而且老哥的思维非常的有格局，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聘请一个店长，他会按照这种模式来，他会跟你1-9开，他投资90%，你投资1成。那么实际上他让你投资这个1成，并不是说需要你把很多钱花在这里面，甚至说它可以让你提前预支你的薪资。比如说你每个月是2万人民币的一个薪资，你没有那么多钱去投进去，你甚至可以跟他签订合同，你在这边帮他干几年，把这个钱还了。那么他更多的是基于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要你出资10%呢？他是希望你能够跟他利益进行绑定，那么这个就非常符合投资者思维了。一旦你们利益进行了绑定，那么你们2个人都会非常迫切的希望这个店能够经营得非常好，然后把这个利润做上去，对吧？除了你自己投资10%的一个股份以外，作为店长，你自己也是有一个基础的工资的。比如说你的基础工资是2万，而且你作为店长，他也会给你一个分红，你知道吗？基于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投资了10%，然后作为店长，张哥也会给你一个分红，那么你自己占这家店就接近20%了，加上你的底薪，那么你的一个薪资会比绝大部分人都要高的，你知道吗？实际上在日本这边的一个薪资水平真的我感觉上限是远远不如国内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做成了，你已经超过日本99%的人了，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人都会对现状非常的满意的。而且张哥还跟我说了什么，他觉得这些人真的非常不容易，这些小伙子都真的非常不错非常能吃苦，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老哥自己也在那个料理店去帮过忙，他确实有一点点吃不消，因为可能他年龄也偏大了但是他更多的是能够共情，去感受到底下工人的一个不容易，他发现他们有闪光点，就非常珍惜他们他会每一年进行逐步的让利。比如说你在他店里工作了1年，作为店长，他觉得你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第1年他给你10%的一个分红，第2年他可能多让出5%分红给你可能做到后面他让出来50%的一个分红给你，实际上这家店有50%是属于你了，对吧？甚至做到后面他可以把绝大部分利润都让给你，这家店实际上就相当于你的了，只是说他作为一个投资者还能拿少部分一个被动收入，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人家企业家的一个格局了。张哥给我强调了很多次，一定不能压榨员工，他会非常的去体贴体谅这个员工的不容易反而会想办法去让利给这些普通人，因为他知道普通人翻身是有多难，他也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多挣这一点点钱实际上无伤大雅，这就是小打小闹。对于他来说，他也不会那么傻傻的去直接把钱随随便便的给别人，而是说你让他看到了你这个能力，然后人家觉得你不容易，会逐步的去让利给你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共赢。不管是你们以后有所成就了一起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好，你可能在这一家店里面干了很多年之后，你自己也有一定的存款了你也想重新再开分店等等，你都可以去和张哥一起去聊，然后又重新投资开新的店，对吧？那么这个都是一些长远的一些思想和格局，对吧？真的非常厉害。实际上在中途我也跟张哥提了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我按照张哥说的那样要在一家料理店去尝试做到6到8个月，甚至说做几年，达到一个副店长那么一个水平，或者是说甚至
店长那么一个水平，那我就相当于孤注一掷了，对吧？你作为普通人，你去思考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这个担心的点，对吧？那我就相当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压在这一条路线上，对于我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你并没有打包票去给我一些保证，给我一些承诺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企业家，他是怎么回复我的呢？实际上他说的非常清楚，我跟你出来聊这一次天啊，实际上更多的是作为朋友之间的聊天，而不是说啊，我给你一个承诺，我给你画一个大饼，让你未来给我当店长等等，那这样子实际上对你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说，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张哥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能够干实事啊，非常有格局的一个企业家。而且真的非常的亲民，你知道吗？完全没有架子。当然，在谈话之中，他也透露出过他一些想法，就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作为企业家想要接纳你，那么你一定要有你的一技之长。还有就是你能够吃苦，对吧？等等，这些实际上就是企业家能够接纳你、能够采用你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因素，你知道吗？剩下的就是各种为人处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考察。所以说，作为投资者去考察一个人，他真的是需要方方面面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不是说，简单的看你一两眼就直接，花钱投资在你身上，他们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验证的。甚至说你到他店里面工作一段时间，他就能看出来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们的眼睛都非常的精，而且他跟我说了，就是你不要死磕这一条路，而且他跟我说了，就你不要去死磕这一个点，不然的话会适得其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你的闪光点越来越亮。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实际上，企业家一直在体现他的一个格局，但是在不经意之间，他也体现出来了他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对于他的合作者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个都是大家需要在聊天中自己去感受的一些内容了。实际上，通过这么一次聊天啊，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未来的一个规划就显得更加的明确了。首先，我觉得我未来如果真的要创业的话，钱绝对不是问题啊，因为我实际上，今年来到日本这边已经认识了好几个朋友了啊，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实力的，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朴实、比较能够干事的人，执行力很强，而且我自己也平时在做自媒体嘛，我一直在不断的去建立我的人脉，去打造我的一个人设，对吧？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很多欣赏我的人，还有很多觉得我靠谱的人，只要我的这个制定的项目比较合理啊，能够赚到钱，有很大的一个概率成功，我可以让大家每个人凑一点，然后我给他们股份。那么实际上创业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未来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当然我自己作为创业者，我肯定自己也要慢慢的去攒钱，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随着你的见识的提升，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你是一个靠谱的人，你的闪光点越来越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钱创业的启动资金就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在现阶段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那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决定啊，今年再去想办法再读一个大学院啊。为什么我会选择再去读大学院呢？因为我特别满意现在作为学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并且在日本这边作为学生的话，它是可以半工半读的啊，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去不断的去体会其他的一些职业，可能更多的是料理店啊，或者是说便利店的收银员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做这些工作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感受，比如说我在料理店，我可以学习人家的一些模式啊，可以去体验料理店这种吃苦耐劳的一种精神。还有就是我去便利店也可以练口语，对吧？实际上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去观察的。那么我的话去工作，很多时候我也会去奔着学习为目的，而不是说每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的去工作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做过线上销售，也做过线下销售，还做过这个新媒体运营。那么干计算机行业，我一直干到我来日本之前啊，做了2年半。所以说，当我觉得一眼望得到头，就实现不了我的人生理想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学习我这种想法，学习我这种精神，就是当你觉得你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需要做一些改变了。当然，我不排除有一些人他年龄大了，然后有家庭了啊，有很多拘束了，他没办法去
去做那些改变，可以去停下来，去提升一下自己啊。也许你的能力够了，就自然而然的遇到了一些新的机遇，对吧？实际上，作为学生的话，我也可以尝试去转行，对吧？我希望的是我学习的东西对未来的我有所帮助啊。那么实际上做计算机一直做下去，对于我的一个人生理想起到不了太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分享啊，就是做自媒体相关的行业。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我更多的可能会去考虑，视频剪辑或者说视频拍摄等等这方面去钻研啊。可能大学院我也更多的想往这方面去考虑。就像张哥说的那样，就比如说我做自媒体，后面做的越来越好了，然后我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我就可以作为他在宣传部门的这一个领导，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合作去共事啊，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合作开这个料理店，对吧？所以说我现在的一个思想已经完全发生了转变。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只要我的闪光点啊足够的亮，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找到我啊，去跟我谈合作，对吧？啊，我觉得张哥想表达的一些点，实际上也是这样。张哥让我多多联系啊，后面的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其他地方想不通的，都可以跟他联系。甚至说他经常没有事情做，陪家人陪孩子去一起打羽毛球，我们还可以一起线下约打羽毛球等等。就张哥会完全把你当朋友去对待。实际上我也明白，他们作为企业家，最开始认识你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利益的一个捆绑，就是你是一个潜力股，他是一个投资者。那么对于他来说，你未来可能就是能成为他的一个合作伙伴。虽然说这个过程很长，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实际上付出的成本并没有特别的重，因为他觉得你能力还不够的时候，不会去轻易的把这个钱投资在你身上。但是相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你这个能力行了，那么他会非常大胆的去投钱投到你身上，对吧？为什么张哥刚见到我就觉得我很投缘，然后非常非常的友善一方面是他人性格本来就素质非常的高，另一方面是周易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多的我就不说了。就是周易他找过那个大师，就是大概有了解一下什么人跟他更加的互相契合等等，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好运等等。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加成的。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张哥是一个非常亲民、非常友善的一个人，他不会去摆着高高的架子，因为他是在找未来的一个潜力股，未来的一个合作伙伴，对吧？那么他不会去把自己的价值摆到特别高，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下，你这些潜力股你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受尊敬。第二点就是，虽然说他没有跟你强调他需要你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一个点，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想要翻身，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还有就是有这个吃苦耐劳的一个精神，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未来一起合作的概率就会更高，你翻身的一个概率就会更大。紧接着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张哥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呢？一方面是他做每一项投资，他都会考虑得非常周到。还有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线下的一些他的细节。他不是准备在日本再多开几家料理店嘛？那么他会线下的去实地考察这些店铺的位置，以及他会去各个门店去进行一个探访，甚至说跟其他的门店合作，或者说收购等等。最离谱的是什么？他走到某一个地方，他看到这一家料理店的一个装修风格非常的好，或者是说他看到某一家门店的一些模式一些桌椅的摆放等等非常的好，他都会拍照下来去记录，你知道吗？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他开料理店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对吧？你看一个企业家细致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的门店的装修，他都会拍下来。你说这种人他能不成功吗？那么这个就是我和张哥第一次见面交流的情况啦，实际上也是我第一次现实中面对面作为普通人和企业家之间的一个对话，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希望大家也能够从本期视频中学到某一些东西。真的，这些企业家真的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可能未来的我也是普普通通，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一起加油。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